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可真是让我印象深刻。一位来自广州的独生女远赴台湾相亲，结果对方竟然是夜市卖面的小摊贩，这让从小养尊处优的她怎么能接受呢？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情简直让所有人大跌眼镜。我先卖个关子，咱们慢慢道来。故事的主人公叫田雨欣，是个苦命的姑娘。她虽然出生在陕西农村，但五官精致，气质不凡。可惜天妒红颜啊，她的童年经历实在令人心疼。6岁那年，她爸爸因为一些事情入狱了，妈妈改嫁后就把她给抛弃了。从此，雨欣只能寄养在她叔父家，而她这个叔父脾气暴躁得很，动不动就对她拳打脚踢。雨欣从小就懂事，知道自己没有退路，只能靠自己。她发奋读书，终于考上了广州的一所不错的大学。毕业后，她在广州一家外贸公司找到了工作，凭借着自己的能力，生活渐渐稳定下来。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有个完整的家。雨欣经常这样对我说。作为一名婚恋顾问，我听多了各种各样的故事，但雨欣的经历还是让我特别动容。我记得那天雨欣来找我咨询，她说：丽姐，我都23岁了，该考虑婚姻大事了。可是在广州这个地方，房价那么高，我一个女孩子怎么可能买得起房子呢？而这边的男生没有房子，根本不好意思来相亲啊。雨欣说的没错，在大陆，特别是像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没房不婚几乎已经成了铁律。买不起房的年轻人在婚恋市场上处境艰难。那你有没有考虑过其他地方的对象呢？比如台湾？我半开玩笑地问道。没想到雨欣眼睛一亮，台湾？我倒是没想过。台湾那边是什么情况啊？台湾那边跟咱们大陆有些不一样。我给雨欣分析道，虽然很多大陆人觉得台湾经济不行，但实际上台湾的社会发展水平很高，人均收入也不低。最重要的是，台湾男生普遍比较温柔体贴，对家庭很负责任。而且台湾的房价虽然也不低，但没有像广州这么夸张，年轻人买房的压力相对小一些。真的吗？那我要不要试试看？雨欣问。我点点头，可以呀。我恰好认识台湾那边的一位媒人，可以帮你牵线搭桥。就这样，我通过关系为雨欣安排了一次台湾之行。台湾的媒人给他介绍了一位名叫陈志明的男士，据说家境不错，人也踏实。出发前一天，雨欣紧张极了。丽姐，我这样贸然去台湾相亲，会不会太冒险了？别担心，我安慰她，你要相信自己的眼光。再说了，这不是还有台湾那边的媒人照应吗？只要看对眼了，两岸婚姻其实挺多的，也很幸福。于是，雨欣带着忐忑的心情踏上了前往台湾的飞机。到了台湾，雨欣被那边的繁华景象惊艳到了。丽姐，台北真的好美啊，到处都很整洁，人们也很有礼貌。她在视频电话里告诉我，第二天，雨欣就要和那位陈志明见面了。她精心打扮了一番，穿上了自己最喜欢的连衣裙，化了淡妆，看起来青春靓丽。见面的地点是在一家咖啡厅，雨欣提前到了，紧张地等待着。过了一会儿，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走了进来，环顾四周后朝雨欣走来。你好，请问是田小姐吗？是的，你是陈先生吧？雨欣站起身来，微笑着伸出手，两人坐下后开始了初次见面的寒暄。陈志明看起来30岁左右，穿着朴素但整洁，说话温和有礼，给雨欣的第一印象还不错。聊天过程中，雨欣了解到陈志明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今年32岁，大学毕业后一直在自己创业。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呢？雨欣好奇地问。陈志明略显犹豫，我在夜市经营一个小摊位，卖牛肉面。夜市卖面，雨欣一听，心里顿时凉了半截。她没想到千里迢迢来台湾相亲，对方竟然是个卖面的小贩。要知道，在大陆，特别是在一线城市工作的白领女性，对伴侣的职业和收入是很看重的。在广州，雨欣的同事们谈对象，至少也是公司高管、医生、律师之类的体面职业。夜市卖面这种工作，在很多大陆女孩眼里，确实算不上什么好职业。雨欣强忍着失望，继续跟陈志明聊天，可是心里的那道坎怎么也迈不过去。晚上，雨欣给我打来电话，声音里充满了失落。丽姐，我太失望了，
对方居然是在夜市卖面的，这怎么可能是家境不错的人啊？台湾的媒人是不是在骗我们啊？我听出了雨欣语气中的抱怨，但还是劝他，雨欣啊，别那么快下结论。台湾跟大陆不一样，在台湾，很多人做小生意也能过得很好，而且一个人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他的职业和收入啊。可是丽姐，我在广州打拼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有点小成就，如果嫁给一个夜市卖面的，我的同事朋友知道了会怎么看我啊？雨欣几乎要哭出来了。我叹了口气，雨欣，你这种想法很正常，但也别太被世俗眼光所束缚。既然来都来了，不如多了解一下再说。雨欣勉强答应了。第二天，陈志明邀请他去自己工作的夜市逛逛。雨欣跟着陈志明来到了台北著名的宁夏夜市，这里人流如织，摊位林立，各种美食香气扑鼻。这是我的摊位。陈志明指着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牛肉面摊说。雨欣看了看，虽然摊位不大，但是收拾得很干净，而且已经排起了长队。你要不要尝尝我的手艺？陈志明问道。雨欣点点头，坐在了摊位旁的小板凳上。很快，一碗冒着热气的牛肉面端了上来。雨欣尝了一口，不由得睁大了眼睛，这味道真的太好了。那是当然，我可是用了祖传的秘方。陈志明得意地笑着，看着络绎不绝的顾客，雨欣不禁有些好奇，你这摊位一天能赚多少钱啊？不多不少，够生活的。陈志明笑着回答，但没有透露具体数字。接下来的几天，雨欣每天都会去夜市，看陈志明忙碌的身影。慢慢的，他发现陈志明虽然只是卖面，但是为人诚恳，对待每一位顾客都很有耐心，而且做事认真负责。这些品质是雨欣在广州那些西装革履的精英男士身上很少看到的，而且他也注意到陈志明的生意确实很好，每天的摊位前总是排着长队，看样子靠卖面也能有不错的收入嘛。有一天晚上，陈志明忙完后约雨欣去附近的一家茶馆喝茶。雨欣，这几天相处下来，我觉得我们挺合得来的。陈志明认真地说，我知道你可能对我的工作有些顾虑，但我想告诉你，在台湾，很多人靠诚实劳动也能过上很好的生活。我虽然只是卖面，但我热爱这份工作，而且我有自己的规划。雨欣心里有些触动，的确，这几天的观察让他对陈志明有了新的认识。他虽然职业普通，但为人踏实可靠，而且在台湾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似乎没有豪宅豪车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志明，对不起，一开始我确实有些偏见。雨欣坦率地说，在大陆，特别是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社会压力很大，大家都很看重物质条件。但这几天和你相处，我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价值观。陈志明理解的点点头，我明白。其实两岸的婚恋观确实有差异，在台湾，我们更注重两个人是否合拍，是否能共同经营一个家庭。物质固然重要，但不是唯一的标准。雨欣若有所思，是啊，在大陆，特别是一线城市，男方不买房，基本上谈不上结婚，买不起房的年轻人只能选择裸婚，或者干脆不婚。台湾也有房价高的问题，但是我们的解决方式可能更灵活一些。陈志明说，比如很多年轻人会选择租房，或者先住在父母家附近，慢慢攒钱再买房。两人聊得很投机，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深夜。回到住处，雨欣给我打来了视频电话，兴奋地分享着这几天的经历。丽姐，我好像对他改观了。虽然他只是卖面的，但人真的很好，而且看起来生意也不错。我笑着说，看吧，我就说不要太早下结论。人和人之间的相处，最重要的是感觉对了，其他的都是次要的。可是雨欣的语气又迟疑起来，如果真的考虑发展下去，未来会面临很多问题吧？比如说，我的户口在广州，他是台湾人，我们该定居在哪里？如果我去台湾工作怎么办？如果他来大陆，又能做什么呢？人类社会啊，婚姻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两个人的事情，特别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大陆和台湾虽然同根同源，但几十年的分隔也造就了不少差异。雨欣的担忧确实很现实，这些问题你们可以慢慢考虑啊。我安慰他，先看看你们两个是否真的合适，其他的问题都可以一步步解决的。第二天，陈志明约雨欣去他家做客。
这让雨欣很紧张，因为在大陆被男方邀请去家里，通常意味着关系已经相当稳定了，甚至可能是见家长的前奏。陈志明住在台北市郊区一座公寓楼里，雨欣原本以为一个夜市卖面的住处可能很简陋，没想到当陈志明打开家门时，雨欣惊呆了。哇塞，这是你家？雨欣瞪大了眼睛，眼前的是一套装修精致的3居室，家具都是进口品牌，客厅里还挂着几幅看起来很值钱的油画，整个房子宽敞明亮，一看就价值不菲。请进吧，别客气。陈志明微笑着说，丝毫没有注意到雨欣的震惊。雨欣跟着陈志明参观了整个房子，心里的疑惑越来越大。一个夜市卖面的小贩，怎么可能住在这样的豪宅里？难道他背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还是说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卖面的，而是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志明，你真的只是卖面的吗？雨欣忍不住问道。陈志明愣了一下，随即笑了，当然是了，我已经卖了10年面了，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可是雨欣环顾四周，你的家这么好，光是房子就……陈志明这才恍然大悟。哦，你是说这个啊？其实在台湾做小生意的人也可以过得很好的。我那个面摊虽然看起来简单，但是一天营业额也有好几千元新台币呢。做了这么多年，积累一些财富也是正常的。雨欣将信将疑，在他的认知里，卖面这种小本生意怎么可能赚到买豪宅的钱？而且陈志明继续说，我爸妈年轻时就买了这套房子，后来他们退休去乡下住了，这房子就留给我住了。在台湾，很多上一辈的人都会这样帮助下一代。原来如此，雨欣松了一口气，同时也对台湾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兴趣。我听说台湾的年轻人压力也很大，天龙国、鬼岛这些词不就是形容台湾年轻人生活艰难的吗？陈志明笑着解释，确实，台湾也有年轻人面临高房价、低薪资的问题，但是我们的社会福利比较完善，生活成本相对较低，而且家庭观念很强，父母通常会尽力帮助孩子，这和大陆的啃老可不一样，是一种互相扶持的关系。雨欣点点头，感慨道，看来两岸真的有很多不同啊。在大陆，特别是像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年轻人的压力真的太大了。男生如果没房没车，几乎不敢谈恋爱，女生要么找个有钱人嫁了，要么就得拼命赚钱自己买房，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这种观念在我们那边可太普遍了。那你呢？你也是这样想的吗？陈志明认真地问道。雨欣沉默了一会儿，说实话，一开始我确实被你的职业吓到了。在广州，我们普遍认为男方要有稳定且体面的工作，最好是医生、律师、教授这类的。卖面怎么说呢？在我们那边确实不算什么好职业，我理解。陈志明并没有生气，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在台湾，做小生意也很受尊重，只要诚实劳动，就能得到社会的认可。两人聊了很久，雨欣对台湾的生活方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对陈志明产生了更多好感。晚上，陈志明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雨欣惊讶地发现，他的厨艺居然这么好。天啊，这个红烧牛肉太好吃了！雨欣赞不绝口。那是当然，陈志明骄傲地说，我可是学过专业的厨艺的。学过专业厨艺？雨欣疑惑地问，那你为什么只开个面摊呢？陈志明笑而不答，只是给雨欣夹了更多的菜。吃完饭后，陈志明提议带雨欣参观一下他的书房。一进书房，雨欣又被震惊了，整面墙都是书架，上面摆满了各种书籍，而且很多都是专业食品科学和营养学的书籍。书桌上还放着一台高配置的电脑和一些看起来很专业的文件。志明，你到底是做什么的？雨欣终于忍不住问道。陈志明看着雨欣困惑的表情，轻笑了一声，我确实是卖面的，这一点我没有骗你。不过他顿了顿，我还有其他身份。什么身份？雨欣紧张地问。我是台湾大学食品科学系的兼职教授，同时也是一家食品公司的技术顾问。陈志明缓缓说道，那个面摊是我家族经营了3代的老店，也是我做食品研发的实验基地。我每天在那里不仅是卖面，更是在研究如何改进配方，测试新产品。雨欣目瞪口呆，完全说不出话来。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难以置信。
陈志明继续说，但在台湾，这样的例子其实不少。很多人表面上做着普通的工作，实际上可能有着不同的身份。我们注重的是实际能力和成就，而不仅仅是表面的光鲜亮丽。雨欣这才明白，为什么陈志明的面摊生意那么好，为什么他能住在这样的豪宅里，为什么他对食品科学如此了解。原来，他真的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卖面小贩。对不起，我错怪你了。雨欣羞愧地低下头，我太肤浅了，只看到你表面的工作，就对你有了偏见。陈志明温柔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没关系，这很正常。其实我也故意没有一开始就告诉你我的全部身份，就是想看看你是否能接受一个普通的我。雨欣深受触动，在广州，他见过太多虚荣浮夸的人，也经历过太多物质至上的相亲，而陈志明却恰恰相反，他有实力却不炫耀，有成就却保持低调。回到住处后，雨欣立刻给我打来了电话，激动地把今天的发现全告诉了我。丽姐，你绝对想不到，他竟然是台湾大学的教授，还是食品公司的顾问。我之前还嫌弃人家只是卖面的，现在感觉自己真的太笨了。我在电话那头笑了，看吧，我就说不要轻易下结论。台湾和大陆确实有很多不同，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都和我们有差异。在台湾，很多人注重的是真实的自我和内在价值，而不是表面的光鲜。是啊，我现在才明白。雨欣感慨道，在广州，大家都在追求表面的成功，恨不得把自己包装的光鲜亮丽，而这里的人却很务实，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在乎别人的眼光。那你对他有什么想法？我好奇地问。我觉得他挺好的。雨欣的声音透着羞涩，不仅有才华，还很踏实。最重要的是，他很真诚，不做作。在广州，像他这样的男生真的很少见，那就好好把握吧。我真心为雨欣高兴，两岸婚姻虽然有些挑战，但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只要你们真心相爱，共同努力，一定能克服困难的。接下来的几天，雨欣和陈志明的关系迅速升温。他带着雨欣参观了台北的各个景点，也向他介绍了自己的研究工作。雨欣越来越被陈志明的才华和人格魅力所吸引。有一天，陈志明突然问雨欣，如果我们真的在一起了，你愿意来台湾生活吗？还是希望我去广州？雨欣愣住了，她确实喜欢陈志明，也喜欢台湾的生活方式，但要他放弃在广州打拼多年的事业，重新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始，他心里还是有些纠结。我不知道，雨欣坦白地说，我在广州有工作，有朋友，一切都很稳定。如果来台湾，我要重新适应，重新找工作，这对我来说是个挑战。陈志明理解的点点头，我明白，其实我也考虑过去广州发展，我的研究在大陆也有很好的市场，而且大陆现在对食品安全和健康饮食越来越重视，这对我的专业很有利。真的吗？你愿意来广州？雨欣惊喜地问。当然，为什么不呢？陈志明笑着说，爱情嘛，总要有一方做出牺牲的。不过，我们也可以两地都经营，毕竟现在交通这么便利，两岸来往也很方便。雨欣感动极了，在她以往的感情经历中，从来没有遇到过像陈志明这样为她着想的男人。志明，我真的很感谢你的体谅，不过，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更多的了解彼此，然后再做决定。雨欣认真地说。你说的对，陈志明赞同道，感情是需要时间培养的，我们不用急于一时。就在雨欣准备回广州的前一天，陈志明带他去了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的实验室。这是我们公司的研发中心，陈志明介绍道，我大部分研究工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雨欣惊叹于实验室的现代化设备和专业氛围，在这里，他看到了陈志明的另一面，严谨、专业，充满创造力。你知道吗？我最新的研究项目是关于如何利用传统工艺改良现代速食面的营养价值。陈志明兴奋地给雨欣展示着他的研究成果。我希望能把我们祖传的面食工艺发扬光大，让更多人享受到健康美味的食品。括回这真的太棒了！雨欣由衷的赞叹，你不仅仅是在做生意，更是在传承文化，造福社会。陈志明谦虚地笑了笑。这也是为什么我坚持在夜市卖面的原因，那里是我直接接触消费者的窗口，能够及时获取反馈，不断改进产品。
雨欣终于完全理解了陈志明的选择，他不是因为能力不足才去卖面，而是因为热爱和坚守。晚上，陈志明在家为雨欣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算是为他送行。雨欣，这次相处下来，我对你的感觉很特别。晚餐后，陈志明认真地说，我希望我们能继续保持联系，看看这段感情能走多远。雨欣点点头，眼中含着泪水。我也是，这次来台湾，改变了我很多观念。我以前太看重表面的东西了，却忽略了真正重要的价值。谢谢你让我看到不一样的世界。两人约定1个月后，陈志明会去广州找雨欣，继续他们的感情。回到广州后，雨欣迫不及待地来找我分享她在台湾的经历。丽姐，我真的太感谢你了，如果不是你的推荐，我怎么可能遇到志明这样的好男人？雨欣激动地说。缘分这种事，谁说得准呢？我笑着说，最重要的是，你看到了自己的偏见，学会了用更开放的心态去看待感情和生活，这比找到一段恋情更可贵。雨欣点点头，是啊，我现在才明白，爱情不是看谁的职业更体面，收入更高，而是看谁能真正理解你，支持你，和你一起成长。那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问道。志明下个月会来广州，他说要参加一个食品科技展览会，顺便来看我。雨欣兴奋地说，他还打算考察一下广州的市场，看是否有机会在这里开展他的研究和事业。这么快就要见家长了？我半开玩笑地问。雨欣脸红了，还没到那一步啦。不过我确实想让他了解一下我在广州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看看我们是否真的适合在一起。聪明的做法，我赞同道。两岸婚姻需要双方都有足够的了解和准备，不仅是文化差异，还有生活方式、价值观等等，都需要磨合。1个月后，陈志明如约来到了广州，雨欣带着他参观了自己工作的公司，介绍了自己的朋友和同事。让雨欣惊喜的是，陈志明很快就融入了他的社交圈，他温和有礼的态度和渊博的学识赢得了大家的喜爱。甚至连一向势利的同事小王知道陈志明是台湾大学教授后，也对他刮目相看。雨欣，你这次可真是捡到宝了，同事们纷纷羡慕地说。但雨欣知道，陈志明的可贵之处不仅仅是他的学历和成就，更是他那颗真诚踏实的心。如果他真的只是一个夜市卖面的小贩，他现在也一样会爱上他。陈志明在广州期间参加了食品科技展，并和几家大型食品企业进行了接触。他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广泛关注，甚至有公司向他抛出了橄榄枝，邀请他担任技术顾问。看来我在广州也有发展空间啊。陈志明高兴地对雨欣说，两人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虽然还面临着两地分居的挑战，但他们决定共同努力，争取早日建立起自己的小家庭。半年后，在双方家人的祝福下，雨欣和陈志明举行了简单而温馨的婚礼。婚后，他们决定两地都保留发展基地，充分利用两岸的资源和机会。丽姐，我真的要感谢你。婚礼当天，雨欣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如果不是你当初的推荐，我可能还在广州相亲市场上疲于奔命呢。缘分天注定，我只是顺水推舟罢了。我笑着说，最重要的是，你学会了用心去发现一个人的真实价值，而不是被表面的光鲜所迷惑。雨欣点点头，眼中闪烁着幸福的泪光。是啊，人生最大的财富，不是物质的享受，而是找到一个真正懂你、爱你的人，携手共度余生。看着雨欣和陈志明幸福的身影，我心中升起一股暖流。作为一个媒人，没有什么比撮合有情人终成眷属更让人满足的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寻找爱情的路上，我们不应该被表面的光鲜所迷惑，而是要用心去发现一个人的真实价值。两岸婚恋文化虽有差异，但真挚的感情却能跨越一切障碍。希望每一位寻找爱情的朋友都能像雨欣一样，放下偏见，敞开心扉，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好啦，今天的相亲故事就讲到这里，喜欢的话记得订阅我哦。我是丽姐，我们下期再见。